我妈是合欢宗最菜的渣女，一辈子只渣过2个男人。后来这2个男人，一个成了正道领袖，一个成了邪道尊主。但这并不妨碍我妈去负流女，带着我这个废物逍遥快活。再后来，我妈身消正道，消失前嘱托我活下去。他俩肯定有一个是你爹，具体是谁不重要，忽悠一个让他给你当爹，你才能活下去。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什么？让我去认爹？我不去！我惊呼出声，捧着季婉女士的魂火，语气里都是抗拒。季白竹，你听没听明白？你不去，你就快死了。季婉女士即便化作魂火也颇有力气，一蹦3尺高，揪着我的耳朵吼。我揉揉耳朵，死了就死了，谁要认那俩糟心玩意儿？而且我其实早该死了。我嘟囔着，我季白竹做了一辈子没有灵根、不能修炼的废物，能活到快100岁，全靠季婉给我喂天才地宝。季白竹，你说的什么晦气话？季婉生气地吼道。就在刚刚，季婉女士告知，其实我有灵根，而且我不仅有灵根，而且灵根强到一修炼就反噬，修为越高，反噬越重，所以季婉女士为了保我的命，把我的灵根封了。但现在她修为散尽，即将身消正道，封印维持不住，而那些来维持寿命的天才地宝化成的灵力，存在灵根里。对别人来说，这是修为一步登天的好事。对于我来说，是催命符在追着我后面跑。于是季婉女士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我再去找个实力强大的金灵根修士给我加固封印。而恰巧我那2选1的便宜亲爹都是极品金灵根，认个爹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我却不想认，那俩便宜爹有什么好？挑起正邪大战，导致九州生灵涂炭。季婉见我油盐不进，换了招数，你不活着，我回来怎么找你？你转生了也不记得我，怎么找我？身消正道转生之后，便会失去前世的记忆。你管我怎么找你，反正我转生了，肯定回来找你，所以你给我好好活着。我抿了抿嘴唇。季婉女士见我有些松动，继续哄道，不就是忽悠个爹嘛，你就尽可能的去忽悠，忽悠到一个算一个，补完封印，你就跟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坚持到娘转生回来，多划算。他们2个现在打得不死不休，我现在去认爹，认了一个，另一个新仇旧恨加起来，把我捅死怎么办？我干巴巴地辩驳道。季婉女士，你尽管去认，哪个敢捅你，等我转生回来把他也捅了。那有什么用啊，季婉女士，我死都死了。吐槽还没说出口，季婉的魂火支撑不住，越飘越远，越飘越快，片刻就不见了踪迹。我望着空空如也的手，还是那副急性子。说起我娘，急性子的季婉女士，她可是个传奇人物。她是合欢宗最菜的媚修，也是合欢宗最强的剑修。合欢宗教导女子博爱，不为男人所困。季婉女士举一反三，将这份博爱扩大了范围。她爱整个九州，持剑一把，除遍九州不平事，佛修见了她都得道一句女菩萨。季婉女士心怀天下，却也在心里短暂地装过2个男人，甚至因为2个都太喜欢难以割舍，被合欢宗的姨姨们嘲笑，怒而脚踩2只船。我就是她踩船踩翻的产物。季婉女士踩翻船也不带怂的，跟2人2刀4断，带着我这个没有灵根的小废物到处逍遥快活，行侠仗义去了。我虽然是个废物，但季婉女士的废物教育非常成功。她说大到3000年，废物一天是一天，反正她季婉强的离谱，没人伤得了我季白竹。霸气的模样让我误以为她可以护着我一辈子，结果就像她当年的传说翻就翻，正邪大战说打就打，打得整个九州都跟着遭殃。但九州不止修真者，还有凡人，他倾尽一身修为为其中3州筑上坚不可摧的防护墙，给凡人争取了一线生机。季婉一世洒脱，最后强撑着连世剑，化成一朵魂火。我捧着魂火想骂他2句，最后却什么也没骂出来，因为我知道那是他毕生追求的道。季婉女士走后，我感觉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松掉了，短短几天我就突破了筑基期。当了几10年的凡人，第一次拥有力量，还觉着很新奇。新奇之余，我又觉着丹田有隐隐的阵痛，像隔壁小花描述的姨妈痛，
但小花1个月就痛7天，我是天天都痛。于是我开始认真思考认爹这件事。最后我捂着丹田，脸色铁青地站在正邪两道的分界处。天空很蓝，一点银芒在空中闪过，那是我抛出的银币。银币在空中转了几个圈，最后落在我苍白的手心里。正面，玉容真人西门仪，我轻轻喃道，随后将银币握紧。既然季婉执意让我去认爹，我就先去看看这位正道领袖，是不是真的如同传闻中那般光风霁月，当初又是怎么迷了我娘的眼。我扣起斗篷的兜帽，踏上去往正道的路。万一呢？万一季婉真的转身回来找我了呢？到了正道的地盘，我对招募修士的大爷诉说一通对正道的敬仰之情和与邪道势不两立的决心，把大爷说得心神激荡。凭借这般优秀的口才，我被吸纳进组织，当了一名厨子。是的，一名厨子，负责给低阶没有辟谷的修士做饭的那种厨子。大爷说名额紧张，只能先从基层干起，像我这样的人才没多久就能升上去了。神特么的基层，当一个厨子怎么能见到西门仪？西门仪早都辟谷了，也不吃饭。我愤愤地一边用力转动勺子，一边往咕嘟咕嘟冒泡的汤里扔食材。白玉菜能吃，丢进去；紫霞干能吃，丢进去；已经老了的方圆笋不能吃，但他们会嚼不动吐出来，丢进去。最后旁边的厨修看了看我的锅，把我从厨房拎到了炼丹房，丢了进去。没多久，炼丹房的兄弟拍了拍我的肩膀，夸我有创意，然后展开账单，让我赔一下炸坏的药炉钱。我坐在厨房和炼丹房中间的大青石上，捂着丹田叹息。娘啊，我说什么来着？这爹就不该认，我就该去等死。不知道是不是季婉女士冥冥中听到了我的不孝叹息。2个时辰之后，我见到了光风霁月的西门仪，就是见面的情况有点诡异。也不知道哪个天杀的把我做的汤端上桌，所有吃了我做的饭的修士全被撂倒。高阶的管事修士上来就给我定义成邪道奸细，要把我就地格杀。天地良心，我只是不会做饭而已。连忙掏出季婉给我的逃命神器就跑，管事修士带着一大帮人在我后面追。我边逃边听后面气急败坏的声音，东边，赶紧追上他，别让他惊扰了真人。正道里能被尊称为真人的只有西门仪。我顺着东边一看，确实有个大殿与众不同。谢谢您嘞，给指了明确方向。一个加速，我朝大殿而去，我加速，后面追杀我的修士也加速，速度太快刹不住，直接把殿门撞得稀巴烂，冲进了大殿。于是我和后面追的所有人一起见证了一场美人脱衣。别误会，不是什么香艳入狱现场，其实是西门仪受伤了，在换药。他身边是一根巨长的角，我认的这种角来自华州之巅的陆端一族。陆端一族，其角能够压制邪气，身负神兽血脉，不好对付。强如西门仪，要拔人家的重要的角，也难免受伤。他受尽的腰身上明晃晃一个血洞，错愕的抬眼，显然是没想到自己会被围观。不愧是我妈看上的男人，我明目张胆地欣赏着西门仪的美貌，在心里肯定了一下季婉女士的品味。只冲这脸和身材，我觉着季婉女士不亏。西门仪看向突然出现的我们，挑着眉毛问：看够了吗？那帮修士们忙不迭地点头，只有我意犹未尽地摇头。他兀地笑开来：你这个丫头倒是有点意思。随后归拢着衣衫，朝管事修士说道：你最好给我个合理解释。管事修士一时间眼睛都不知道往哪放，说话直打磕巴，指着我道：此人给饭菜下毒，肯定是邪道奸细，特来追捕。捕字还没说出来，就听我惊天一声爹，抱住了西门仪大腿。西门仪整理衣服的手一僵，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另一边，管事修士听到这声爹，下巴都快掉在地上。我看着他们的反应，为了掩饰自己快憋不住的笑容，抱着大腿就是一顿哭嚎：爹啊，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西门仪一脸异色地看着管事修士，管事修士接收到信号，指着我骂道：好你个奸细，下毒不成还要辱我们真人的名声，谁不知玉容真人洁身自好，不近女色，你血口喷人也要找个好理由。谁血口喷人，你才血口喷人。
我眼睛一瞪，爹啊，你得给我做主啊，我可没给饭菜下毒，就是做饭用料太扎实，把他们都感动晕了。说完把假面一掀，露出和季婉女士有90%相似的脸。管事修士撸起袖子，还想跟我激辩，却被一根长脚制止。管事修士疑惑地看着手握长脚制止他的西门仪，只见西门仪神情恍惚地问我：“你和季婉什么关系？”西门仪已经在椅子上静坐了半个时辰，得知我是季婉的女儿后，她就这样一动不动，用眼睛描摹着我的眉眼，似乎在透过我回忆季婉女士，眉头紧了又松。就当我打到第12个哈欠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开口问：“所以你真是我女儿？”我和她的女儿？我随意地点点头。谁知道是不是呢？我也是靠一枚银币赌过来的。又是一阵沉默，良久，久到我打起了瞌睡，他才用另一个问题将我惊醒：“你母亲过得好吗？”看得出来，他问出这句话做了不少心理斗争，笑容里都扯着几分挣扎。被季婉扎过却还爱着的人啊！我在桌子上捡了一块糕点，细细咀嚼，面露同情地答道：“以前挺好的，逍遥快活，恣意洒脱。现在呢？现在应该也挺好的，一个小婴儿，吃饱了不愁，有什么不好的？”婴儿？他转生了？西门仪疼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不可置信道：“怎么会？他身消正道了。按理来说，修真界的修士更愿意自然而然地飞升正道，而像身消正道这种路子，一般只有舍身成人的佛修才会干。身消正道又一事，旧人见面不相识，前尘过往一笔消，从此心中只存道。谁愿意为了别人轻易散尽自己得之不易的修为，从头再来呢？谁知道自己的下一世会怎样？只有季婉这样的傻子。”提到这个事儿，我就满肚子火气，不知道往哪撒。我冷淡地瞥了西门仪一眼，别装作一副很震惊的样子。他选择转生，也是拜你们所赐。3周的墙是他筑的。我颔首。他靠在椅背上，失魂落魄一般。怪不得，我早该想到的，他那样的性格。你能想到，你们就不打了吗？我嗤笑一声。西门仪没有回答，但没有回答可以是很多回答。正邪大战，或者说正道盟主西门仪对邪道的发起的讨伐战。战争是上位者展示权力的游戏，而被迫卷入的人怎么玩这个游戏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拍拍糕点屑，走到西门仪面前：“我娘希望我来找你相认，所以我来了。如你所见，我是个注定不能修炼、依附强者而活的废物。如果你不愿意替你前女友养我个废物女儿呢，我估计没多久就会死。但是我也不是很想求你必须养我。”我从脖子上摘下那枚银币，拿在手里把玩。这样吧，你来抛银币，抛到正面，你养我，让我苟延残喘地活着；抛到反面，你不养我，让我凌厉爆体而亡。怎么样，玩不玩？西门仪摇头：“你不用试探我。你不抛，那我来抛好了。”我手举银币，大拇指和食指轻轻一碰，银币叮的一声腾空。还未等我眨眼，便不见了踪迹。西门仪左手成拳，显然银币让他拿走了。你这样算破坏规则。我道：“强者不需要规则。”西门仪笑笑，语气温和，话却不容拒绝：“你是我的女儿，我养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在这里安心住下，有什么需要就找管事修士提。”他将银币还给我，我接过银币，盯着他看了一会，最后也笑笑，将银币收回，贴身放好。好一个光风霁月的正道盟主！我在西门仪的大殿里住下来。光风霁月的玉容真人有了个来历不明的女儿的消息，很快便传开。很多修士对我都十分好奇，好奇过后又很失望，因为我除了皮囊好看，一无是处，快100岁了，还是个筑基期，筑基期也就算了，还懒得要命，早训不起，晚课不上，管事修士每次见了我，都像是见了一坨污点。给你，你要的云雾果。管事修士塞给我一盘果子，转身就走，走也就算了，边走还边嘀咕着，就知道吃，还净挑好的吃，这破果子靠近邪道的地盘，哪那么好得？没那么好的，不也顺利得到了？我挑出一颗最大最圆的果子，仔细查看，没等我看清什么，这颗果子就咕噜咕噜滚下地去。
疼！我蜷缩着身体，捂着丹田的位置。在正道这群卷王当中，我确实废物的格格不入，但我又觉着我废物的不够。封印一天天地松动，暴虐灵根已经初露狰狞，我白着脸色等待西门仪回来。第10次镇压我的灵力暴动，不知为何，他加固不了我的封印，只能暂时压下我的灵力暴动。就在我疼得满脸冒冷汗，近乎昏厥的时候，西门仪回来了。他那清冷锐利的灵气钻进我的身体，暴躁的灵力瞬间平息，时间又缩短了。之前压制一次可以挺3个月，逐渐的2个月、1个月，到现在压制一次只能挺半个月，这还是筑基期。真是难以想象我哪天压不住修为，突破筑基期能把我疼成什么样子。我躺在床上，模糊地看着西门仪，他细心地帮我掖了被角，不论他是真善还是假善，他对我是不错。就是他为什么加固不了我的封印呢？我沉沉地睡去，意识混沌之前只有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盘旋：西门仪他不会不是我爹吧？西门仪不是我爹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每次西门仪给我镇压灵力，我都有些心虚。便宜爹养便宜女儿，我一脸复杂地看着西门仪，西门仪被我看得莫名其妙。怎么啦？很疼。我将目光投向地上那颗饱满的果子，果子表皮磕坏了一点。没有，只是在想，进来邪道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些过于安静了？西门仪顺着我的目光，将果子捡起来放到桌面上，抬手戳了戳我的额头。正道这些事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呀，操心自己的身体就行了。我翻了一个不明显的白眼。我那是在操心正道吗？我那是在操心我是不是能顺利见到我第2个便宜爹邪尊濮阳。7日后，殿外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震醒，我拽过被子捂住耳朵，奈何巨响一声接着一声，我怒火冲天，拉开殿门。谁啊？大早上的，有完没完？就见外面一黑一白2道身影凌空相对，白压压的一群修士，个个手中武器指向那个身着黑衣的修士。没等我看清怎么回事呢，黑衣修士就闪了过来，钳住我的下巴，语气轻佻：哟，西门仪，我听闻你收了个女儿，这位就是吧？他看见我的脸，脸色一变，和当时西门仪看见我的时候一样，这样的反应。哦豁，这位就是那2选1亲爹的另外一位吧？长得是真漂亮。他在打量我，我也在打量他。西门仪是风清朗月般带着仙气的帅，濮阳则接地气多了，只消一眼便能让人产生欲望的那种美色。再次感慨季婉女士吃得真好。濮阳掐着我的脸，仔仔细细端详着，我以为他看出了我和季婉女士的关系，没想到下一秒他却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西门仪，你也轮到此等地步了？什么女儿？你这是找了个替身吧？不过相似成这种程度也真是难得。一道剑光劈过来，西门仪手持宝剑从烟尘中探出身来，冷声喝道：放开他！怎么心疼了？一个替身而已。怎么样，小姑娘，要不要跟我走？我可比那西门仪那伪善的家伙会疼人。濮阳带着我飞身后退。我在濮阳怀里眨了眨眼睛，他要带我走，这算不算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西门仪勾唇一笑，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嘲讽的话，怪不得季婉嫌你脏。乖乖，男人扯起头花来也是分外眼红啊。濮阳闻言脸色阴沉下来，你又好到哪里去？守着你们正道那些狗屁责任，连跟他一起仗剑天涯的勇气都没有，说的好像你和他一起仗剑天涯了一样。西门仪反唇相讥，两人齐齐沉默下来，应该是想起双双被踹的场景。但是西门仪将目光投向我，展颜一笑，好似3月天冰雪初融。你死心吧，婉婉还是爱我多一些。你竟然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濮阳皱着眉嫌弃道，说着一剑朝西门仪捅去。两人又是一阵你来我往，剑影重重间，我好似一根孤独的墙头草，哪个爹厉害往谁那飘。最后我还是被西门仪一把拽走。西门仪将我护在身后，濮阳看着空空的怀里，面色铁青。而西门仪下一句话更是将濮阳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她是我和婉婉的女儿。你说什么？
濮阳的声音似乎是从后槽牙里挤出来的，眼睛里的妒火似乎要压不住。西门姨犹觉不够，又补了一句：是的，我和婉婉有一个孩子。濮阳都快气疯了，拿起武器便朝着西门姨袭去。我不信，他怎么会留下和你的血脉？这场大战因为我的存在更加血雨腥风起来，两人打得昏天黑地，难解难分。我掏出我娘留给我的防护罩法器，抓了把瓜子，坐在大殿的门槛上观战。本来是西门姨占上风，濮阳不知道吞了个什么东西，浑身灵力暴涨，眼见着就要压西门姨一头。濮阳拍出一掌，西门姨以剑相抗，然后剑断了。嚯，断剑可不是个好兆头，我将瓜子磕得嘎嘎响。西门姨弃剑，手中银白乍现，混着清冽的灵力，直指濮阳丹田。陆端一足的脚，他要废了濮阳。一下，两下，三下，已经刺破衣服了，就快成功了。快成功却不是成功。刺啊，怎么不刺了？濮阳嘴角的鲜血滴在我的肩头，染出一片红晕。白色的长角就离我1寸远，濮阳把我提溜在手中，挡在身前。濮阳用的什么歪门邪道，把我从宛若乌龟壳的防护里瞬间扣出来。看热闹是件快乐的事，但看热闹看到自己身上就不快乐了。怎么了，西门姨？那长角不是挺长的吗？捅个对穿没问题吧？濮阳疯狂地叫喊着。你倒是捅啊！疯子！我翻了个白眼。捅啊！濮阳摇晃着我的身体，真的把我当做一块肉做的盾牌。在濮阳一声声的要求下，西门姨她真捅了，边捅还边说：委屈你了，小竹。我笑着攥着那根长角，吐着血问西门姨：你还真捅啊？西门姨神色黯然：对不起，小竹。很好，捅的是我，伤心的是他。我掏出一把丹药塞进嘴里，说：你是挺对不起我的。然后把长角又往身体里捅了一捅。你捅怎么不捅深点？不能把我捅死了，他还没死吧？我这一手把西门姨和濮阳都惊到了。濮阳更是一边吐血一边狂笑，顺便学我往嘴里丢丹药。哈哈哈，你这小姑娘真不错，像你娘亲。然后他用带血的手指抚摸我的脸颊，痴迷道：得不到他，得到他的女儿也不错。说完黑影一闪，在正道上方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西门姨自己悬在空中，手执长角，垮起个劈脸。濮阳是瞬移回的邪道总坛，把我摔在了一张巨大的床上。我撑着身体，指着他鼻子骂道：不是你有这本事，你早干嘛来着？不仅自己挨捅，还连累我挨捅。不膈应膈应西门姨就跑，我也太没面子了吧？脑子有病！我默默咬紧后槽牙，随后调整好心态，像只泄气的皮球一样接受了生活的操蛋。行吧，反正目的也达到了，第二个便宜爹就在我眼前。不要做这样的表情，一点也不像他。濮阳一脸阴鸷地看着我，说道：那怎么像他？我脖颈间的银币化作一把利剑插进濮阳心口，拿着剑柄，我歪着头问他：这样吗？他看着胸前银白色的剑，舔了舔嘴唇，面露怀念，不怒反笑。连氏剑，你果然是季婉的女儿。不过你这种雕虫小技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手一翻，将剑从我手中夺走。我本以为他会拔出来，没想到他竟然将连氏剑又送进体内几分。想起刚才他说的像我娘亲什么的，我整个人都麻了。什么癖好？我无语地看着这一幕，也不是一点用没有。帮你重温一下和我娘在一起的时光。濮阳凑过来：怎么，你娘跟你提过我？那可不得提一提。季婉女士走之前向我传授了搞定两人的秘诀。玉容真人西门姨最要面子，我抱着她大腿当众喊爹，再逼她一把，肯定能行。但邪尊濮阳脾气阴晴不定，为人偏执，季婉女士让我搞不定就朝她心口放连氏。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端战术，没想到是情侣间的把戏。濮阳身体穿着剑，神情迷恋地伸出手撩起我的头发，在我耳边轻轻呢喃着。他还提过我什么？我看着那扎了个对穿的心口，默默想到，不能和脑子有病的人计较，活下去要紧。我一把抽出连氏剑，火速收好，甜甜笑道：他还提过，你才是我爹。濮阳撩起头发的手一僵。
后退半步的动作非常认真，认真到心口洒出的血崩了我满身。我就知道阿婉还是更爱我的。濮阳削了云雾果的皮，又仔细切成小块，心情好到我感觉有条尾巴在他身后摇。你就该来先认我的，西门姨那家伙能给你这么好的生活。濮阳将切好的果子递过来，嗔怪道：邪道的日子确实过得好，床又软，水果又甜。我坐在舒服的大床上，心情格外复杂地接受濮阳的投喂。好消息，忽悠住了；坏消息，忽悠过头了。我说我是他的女儿，只不过因为他风评不好，我没敢相认。我娘转生去了，我一个废物，没人照顾，只能等死。本来只是想在正道搞个职务混口饭吃，还没混好，被人追着打。后面才阴差阳错认了西门姨做爹，认西门姨做爹也惨。管事修士还总苛待我，总是我说的鼻涕一把泪一把，说的我自己都快信了。濮阳一晚上一会宝贝你好惨哦，一会西门姨这老登。我说季晚怎么被这神经病迷住了呢？这情绪价值直接给满。我吞咽着果子，吃完一口，濮阳又递上来一块，还笑眯眯地说：慢点吃，西门姨那老登就知道苛待你，好吗？他人的攀比使自己快乐。你娘去哪里转生了，你知道吗？濮阳见我吃得开心，问道。我给了他一个你没事吧的眼神，身消正道前尘消，你不要干扰我娘的因果。再说了，你找到我娘，我娘也不会回心转意的，你就跟我那13个小妈过吧。提到坛里那13个替身，濮阳讪笑，又将别的果子往我面前递了递。这什么果子？没见过。我一口下去，丹田开始钻心的痛。好家伙，这果子的灵气也太大了。我捂着丹田，朝着被褥直直扎去，昏迷前就听我便宜鞋弟喊：喂，小竹，你别晕啊，你这不是讹人吗？第二天从5米的柔软大床上醒来，我迷茫了，为什么濮阳也补不了封印，只能像西门姨一样压制灵力？难道他也不是我爹？西门姨不行，濮阳也不行。娘啊娘，你这出的不会是一记昏招吧？这是绝对不能让濮阳知道。濮阳是个脑子有病的，要是让他知道，我说不定就是他第14个宠妾。打开店门，我探出头去，发现坛内一片混乱，天上一黑一白2道身影，这场景怎么看怎么熟悉。西门姨追过来了，濮阳，把我女儿还回来。濮阳把玩着手里的剑，抬眼看他，你女儿？明明是我女儿。西门姨蹙眉，你在说什么鬼话？他亲口承认的，她是我和阿婉的孩子。濮阳得意地看向西门姨，小竹也是亲口承认她是我和婉婉的孩子。她是骗你的，那你又怎知她不是骗你？西门姨道。濮阳闻言黑了脸色，转身想要回店里抓我出来对峙，却和蹭着墙根逃跑的我四目相对。玩球暴露了。濮阳把我拎起来，语气里威胁性十足。小竹，你说你到底是谁的女儿？我看看濮阳，又看看西门姨，哈哈，我到底是谁的女儿呢？两人一脸希冀地等着我的答案。答案当然是，当然是。我哪知道啊。挥剑割断后衣领，掏出逃命神器，我一溜烟就窜了出去。逃去东边云州。云州是我娘庇护的3州之一，除了和她血脉相连的我，没有一个修士能进去，那里绝对安全。风在我耳边急速擦过，我辈子车速都没这么快过。也是，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一个废物能如此出息的被2个大乘期修士穷追不舍呢？季白竹，你给我停下！濮阳在后面叫喊着，2个人眼瞅着就要追上我。我掏出一枚丹药吞下，又催动几分灵力给逃命神器，加了几分速度。季婉女士给我的逃命神器是真的能在短时间内跑过大乘期这种修为的，只是我争取到了时间，却没有人能来救我了。视野范围内已经能看见城了。是云州吗？汗水打湿了我的眼睫，让我看不真切。身后濮阳的耐心已经耗尽，他抬手，一团爆裂的灵气直奔我而来。你逃得了吗？我被打落，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城墙的牌匾。我闭了闭眼睛，捂住丹田。原来不是云州，是东陵城。机阔的轰鸣声响起，我一边磕着丹药，
一边猛猛地看着一群机械巨人从城中探出，拦住了西门仪和濮阳。一道懒洋洋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何人犯我东陵城？”东陵尊者，西门仪无意冒犯。西门仪朗声答道：“林随，你赶紧收一收你这些破烂玩意，再拦着给你打坏了，我可不赔。”濮阳显然和这位东陵尊者更相熟一点，说话没有那么客气。原来是玉容真人和邪尊。声音由远及近，林随一身青衣，踏空而出。嚯，这东陵尊者长得真高，就是背对着我，看不清他的面容。你们两位凑到一起，正邪两道和解了。他没骨头一样靠在巨人的腿上，调侃：“只是追捕一位小辈，还望东陵城主行个方便。”西门仪拱手道：“小辈？”东陵尊者一愣：“什么小辈值得你俩亲自来追？”随即转身看向我，他看着我的脸，正愣了一下，指着我道：“他就是你们口中的小辈？”西门仪点头：“你们要带他回去干嘛？”东陵接着问：“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赶紧把天象巨人收了，让他跟我们回去。”濮阳不耐烦道。谁知道东陵却转身将我从城墙边上扶起，一股炽热的火系灵力钻进我的丹田，游走了一圈又出去，就听他暗道：“果然。”探完我的丹田，他摇了摇头：“你们今天带不走他。”“你什么意思？”东陵濮阳质问。东陵尊者搀着我的胳膊，笑吟吟地回道：“他身负我东陵血脉，自然有我东陵城庇护。”我唰的一下抬头，他说什么？哪的血脉？难道纪婉女士还有第三条船？我感受着丹田里补全的封印，一脸恍惚。眼前这个男人甚至还把封印给我改了改，改成了灵根中的灵力，想封就封，想放就放，还送了我一对手镯状的灵环，说如果感觉灵力过强快要反噬时，可以将多余的灵力可以储存进去。我将手镯套在手上，道了声谢。不用谢。林随随意的摆摆手，我去着他欲言又止。东陵城世代研究器械机扩，不参与修真界的纷争，处于半隐士的状态，但整个修真界一半的武器都出自东陵城，所以林随有足够的底气劝走西门仪和濮阳。真的，他们两个走的时候脸都是绿的。我为什么会有东陵血脉？我到底是东陵城谁的孩子？我直勾勾地看着东陵尊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而是坐在一旁，倒了一杯茶水递给我，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和你母亲长得很像。”我接过茶杯，颔首，确实。他指着我胸前挂着的银币问：“这枚银币是不是能变成一把银白色的剑？”我迟疑了一下，随即又点了下头。算来你快100岁了吧？他又倒了一杯水给他自己。好孩子，可以告诉我和你母亲的名字吗？那你先回答我到底是谁的孩子，我就告诉你。我盯着他的眼睛，尽管通过他的问题我猜到了事实，但我仍想听他亲口承认。他端起杯子，轻轻啜饮一口茶水，表情虽然看起来很云淡风轻，举杯的手却微微颤抖着，流露出一点他内心的紧张。你应该是我的孩子。我呼吸一紧，好吗？果然是纪婉女士的第三条船。我是真没想到，西门仪和濮阳都不是我亲爹，而我的亲爹，他连我娘叫什么他都不知道。我叫纪白竹，我母亲叫纪婉。林随露出一副了然的模样，原来是他。他还听说过，真的很难评，我的父母是互相听说过的关系。他是不是已经转生了？这么多年辛苦了你们了。我摇了摇头，不辛苦，我很快乐。你不用瞒我。东陵血脉奇特，灵根暴虐，修炼进程虽快，却异常艰难。你母亲一代天骄，却封印了你的灵力，想来也是无奈之举。我说我快乐，他还不信，当一个废物有多快乐，他一点也不懂。现在好了，你回来东陵城便可以修炼，我这城主之位也有人接了，我也可以躺着摸鱼了。原来他不是不懂废物的快乐，是被剥夺了快乐。但一城不容二废。我打断他的话，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我对东陵城怎么修炼没有兴趣，更不想当城主。我现在只想知道，你和纪婉到底怎么回事？
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林随吊儿郎当地靠在椅子上，开始回忆。长话短说，谢谢。林随被噎之后，咳嗽一声，接着讲道：我跟你娘初见是在品清秘境，我去寻找一种材料，见到两男一女在争执，不想沾惹是非，本想躲起来等他们离开再去寻找材料，谁知道见证了你娘脚踏2只船的翻车现场。这狗血开局。濮阳，西门仪，他每说一个名字就叹一口气。我懂。我也跟着他叹了一口气，我最近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两个打起来跟不要命一样，被你娘一人一剑钉在了旁边的山头上。不愧是你，我已经说累了，季婉女士。他们摔在山头是小，却惊动机关，我转身想逃，没逃出去，猝不及防之下，和他们3个一起卷入了一片幻境。我和你娘落在了一起，幻境奇特，催得人欲念横生。你娘她一会儿把我当作西门仪，一会儿把我当作濮阳。你知道的，你娘那个武力值，我又打不过你娘。林随难得神色正经，耳根泛红。我本来只想听个八卦，没想到把我自己搭进去了。我拍了拍他肩膀，你辛苦了。清醒之后，我手足无措，想要打点水来给你娘清洁一下，结果我一回来，却发现你娘不见了。我不知道你娘是谁，叫什么，我只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曾经谈了2个男人，还谈崩了。后来濮阳和西门仪名扬九州，我却没听过哪个女修曾经和他们2个关系匪浅。慢慢修真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她，也不知道她需不需要我找。东陵惆怅地说道：那应该是不需要的。季婉带着我，日子别提有多快活。没等我说出口，就听一声震响，轰！东陵城外，黑压压的邪道大军一字铺开，机阔之强力，配上阵法虚虚实实，邪道和东陵城的战争打了3天3夜。正道在这期间未曾露面，估计在等做渔翁。3天之后，邪道撤退，但濮阳铁了心要将东陵城拉入纷争中，以东陵城扣押了他的宠妾为名义，时不时来骚扰一下。正道也是盯上了东陵城这块肥肉，与世无争的东陵城被迫卷入血雨腥风。神他妈的宠妾，他想吞并东陵城就不能换个好点的理由？我把信件拍在桌子上，发出一声闷响。你手不疼吗？林随看我拍桌子，倒吸一口凉气。我甩着手，龇牙咧嘴地问林随：你怎么想？若是长时间打仗，东陵城迟早打不过邪道，我们这群打铁的哪里干得过杀人的？而且东陵城缺少修士，纯靠机械容易被限制材料补给。确实，材料是个大问题。你把我送去邪道吧。把我送去，他就没理由再打过来了。我双手一摊，虽然心里膈应，其实不过就是换个地方躺，还不用连累别人。你自己都说了，那是个烂理由。林随抬着眼皮，一脸不赞同道：偌大修真界，何人不觊觎我东陵城？哗，一串钥匙被扔在桌子上。我皱眉看着那串钥匙，疑惑道：干什么？林随神秘兮兮地说：摇人。第2天，东陵城开库放宝，以神兵利器招募散修的消息传遍修真界。我看着一堆修士兴高采烈地拿走武器，木然地想到，要是季晚，估计现在都杀上邪道总坛了。我记录的手一顿，将手里的登记册扔在躺椅上躺着的林随怀里。自己的活自己干。说完大踏步走了。小竹你干嘛去？林随捧着登记册喊道：练剑。修真历38951日，大雨。祭完转身后的第300年，邪道派出一伙修士来骚扰。一道锐利的剑气从东陵城内扫出，迎着冰冷的雨，刺进邪道修士的喉咙。我从怀里掏出一沓信，塞进旁边目睹同伴死亡，正在瑟瑟发抖的邪修手里。回去告诉濮阳那个老不死的，再给我寄信说些令人作呕的话，等着我去剁了他的手。邪修拿过信，屁滚尿流的跑了，而我又将视线转向城外的一处角落，手中连氏剑飞出，定住了他们的衣袍。还有你们，别当我不知道你们每日都在窥视我。怎么，西门仪的脸也不要了？季姑娘严重了，真人她只是担忧您的安危。担忧安危，还是在对我怀柔？
妄图谋划些什么？你们心里自己清楚。他西门一想利用我当时和他关系不错，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吞并东陵城的目的，我早就看透了。身怀铸造绝技的东陵城修士，无论是落在正道手里，还是落下邪道手里，都绝对会沦为工具。我青脸眼睫，骂道：滚！正道修士麻溜的滚了。这样的事情在这300年里经常上演。我拎着连氏剑飞身回城，城墙上有修士跟我打招呼：哎，少城主，您又出去清理杂碎了。我含糊地答了一声。其实我不太喜欢他们管我叫少城主，因为东陵城的那制造机械的本事我学不会一点，反而在灵力可控之后，开始练起季婉的剑法。之前的天才地宝终于发挥了正当作用，短短300年，我已经快要摸到大成的门槛。季婉当年500岁跨入大成，我也不算丢他的脸吧。大雨如同瓢浇一般，季婉筑墙那天也是这样的雨，那些凡人在他身后，雨水将他们淋得衣衫浸透，他们却还在不断叩首，高呼菩萨显灵。我低头看着雨珠从连氏剑间滚落。季婉，300年了，你什么时候来找我？这天我正在练武场练剑，就见一个修士慌慌张张跑过来喊道：少城主，不好了，正邪两道联手打过来了。我脸色一变，最担心的情况终于还是发生了吗？东陵城外，一黑一白两大阵营，西门仪和濮阳坐镇后方。我自城内杀出，所过之处血路铺就，惨叫声不绝于耳，其中不乏一些正道修士的惊呼，竟然是他！一人一剑横扫大半战场，大城之下已无敌手。我飞身站在天象巨人的肩膀上，手持一把竹节样式通身金蒙蒙的剑，那是林随为我打的专属剑，剑名利己。我与西门仪、濮阳直直相对，身后是林随、东陵城的各位修士，以及铺天满地的机阔兵甲。濮阳看着我两眼放光：小竹啊小竹，你可真是越来越像他了。我闻言笑道：是啊，越来越像了。像并不代表我是他，我为我是季婉的女儿而高兴，但我不只是季婉的女儿。我将剑上血珠甩干，右手提剑，剑尖直指濮阳。濮阳冷哼一声，朝我攻来。说这些大话，也不过是摸到了大成的门槛。虽说只是摸到了大成的门槛，但我的剑和林随给我的手镯是一个原理，里面存了我大量的暴虐灵力。别人靠自己给灵剑助力，我直接双开。一人一剑给濮阳找了不少麻烦，尽管他手段多，我还是刺穿了他的右手。我说过，在写那些让人作呕的信，仔细你的手。濮阳捂着手，脸色不愉，攻势越来越猛。我逐渐招架不住，露出一个致命的破绽，濮阳直接一掌轰下，我倒飞出去。利己剑脱手直奔濮阳，他冷笑一声，雕虫小技，便将利己剑掀到一旁。但他没发现剑柄处一点银光闪过。我半跪在地上，用手抹掉嘴边的鲜血。熟悉的感觉，喜欢吗？濮阳愕然地看着银白色的连氏剑背后插进他的丹田，斩断了他的灵根。濮阳废了。只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林随一声大喝：白竹小心！另一边，被林随和天象巨人缠住的西门仪冲出重围，剑光直指我的方向，躲不开了。伤濮阳1000，自损我800。我闭上眼睛等死，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娘，我说什么来着？这爹就不该认，这回你总该信了吧？然而，砰的一声，预料中的剑并没有落在我身上。我睁开眼睛一看，一个头发草率的绑起、身着粗布衣服的女子站在我面前，手里抄着一把铁锹。西门仪被击落在天象巨人身上，雪白的衣服上还有明晃晃一道铁锹印。这什么情况？就见女子缓慢地转身，随着她的转身，我的眼睛越睁越大。她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抖着嘴唇看她那张和季婉一模一样的脸，发出一句无声的娘。女子见我没有借助她的手站起来，歪头道：起不来。然后没等我答复，便将我从地上拎起来。我泪眼婆娑地看着她，她有些无措地问我：怎么还哭了？你是季白竹？我抹着止不住的眼泪，点头：对，
我是季白竹。看你这个反应，我这次应该找对人了。他把我扶好，扛着铁锹，咧嘴笑道：你一直在找我吗？当然，找了200年呢，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找你。他挠了挠头，听他找了200年才找到我，我破涕为笑道：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找我，还找200年，你这一世看起来不太聪明。你这人怎么还骂人呢？女子瞪了瞪眼睛，算了，你都重伤了，不跟你计较。说着，她撩起裤腿，露出小腿，小腿上金光闪闪一串小字，去找季白竹，看她过得好不好。我叫铁碗，100年前我正中着地呢，腿上突然出现这些字，我不去找呢，这腿它就疼。我颤抖着手去触摸那一串小字，小字在我接触到之后，瞬间消失。铁碗看着腿上的字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果然是你。不过现在看来，你过得不太好。他打量着我的惨状，忽然福临心智道：这样吧，我帮你把它解决掉。铁碗手指着西门仪：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西门仪刚缓过劲来，就听这个拿着铁锹和季碗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说要解决自己。你留我一命，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比他知道的多。西门仪捂着胸口说：真的？铁碗狐疑地问道。西门仪看着他，也许是他想到了这是季碗的转世，也许为了保命，他挣扎着起身，握住铁碗的手，勾起笑容答：真的。你这人怎么动手动脚的？铁碗把手抽出来，摇摇头：我不信你，我只信季白竹。为何？西门仪看着被甩开的手，脸色一僵。烙印在我身上的人，一定是重要的人。他看向我，我笑着朝他点了点头。枪，铁锹飞出，西门仪和铁碗在空中来回几百个回合，最后以西门仪被贯穿在东陵城墙上，筋脉寸断，结束了这场长达几百年的战争。邪尊废，玉容真人亡，修真界经历了一轮大洗牌。修真界经几百年大战，元气大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休养生息，以东陵城带头，各势力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款。林随苦苦哀求我马上接手东陵城，全城的人都很爱戴你这个少城主的，你早一天上任和晚一天上任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当少城主的时候，我可以尽情摸鱼找我娘，这当了城主就得一直给你擦屁股。我看了看林随堆积成山的事务部，林随老脸一红。最后我们两个各退一步，放我500年逍遥自在的日子，去找铁碗。同年夏，某隐士宗门一望无际的田地上，灼热的太阳悬在空中，我拄着锄头，边擦汗边向旁边的女子撒娇：铁碗，我干不动了，这比练剑难多了。铁碗接过我的锄头，掏出一把椅子和一把油伞，把我按进椅子里。他埋头接着翻地。那你接着说说我上一世行侠仗义的故事。击退邪修救邻居小花，你上次没讲完。我坐在椅子里，晃着脚望向远方道：你当时啊特别厉害，就见你身轻如燕，剑若飞星，一剑击退那膀大腰圆的邪修。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